校花和她男朋友分手了，她赌气在微博粉丝里抽奖，抽中谁就和谁谈1个月的恋爱。很不幸，我的男朋友是那个幸运儿。他抱着手机激动地跟我说，他要跟校花谈恋爱了。我和程潇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盯着手机屏幕的他忽然一蹦3尺高。诗诗，我中了！他的表情兴奋到夸张，颧骨飞天。中了什么？彩票！我也开始兴奋了。多少钱？比彩票还稀有。他拽着我去看他的手机。我女神前2天不是失恋了吗？还发了微博，你是知道的。程潇的女神秦雨霏，我当然知道。我们 A 大的校花，她整天挂在嘴边。前2天，秦雨霏和她男朋友分手了，发了一条伤春悲秋的微博。程潇看了可心疼了，气愤地骂她前男友瞎了狗眼，这么好的女朋友都不知道珍惜，还舍得让她这么难过。听程潇这么义愤填膺的语气，我也没放在心上。毕竟秦雨霏是校花，是我们学校大半男生心驰神往的女神。她一失恋，不知道有多少男生蠢蠢欲动呢。但我知道，这里面肯定没有我男朋友。首先，他是有我这个女朋友的。其次，在他心里，女神是高高在上、高不可攀的，是他不可能拥有的。追女神的男生能从他宿舍楼下排队到学校大门口外，怎么轮得到程潇？他也有自知之明，每次也就在嘴巴上表达一下欣赏、爱慕之情。我也没在意，就当他在追星吧，毕竟我自己也追星。可是他现在忽然告诉我，女神抽中了他，让他当男朋友。不会吧？我不信他有着狗屎运。他指着女神的微博给我看，这是不是我的名字？看着他毫不犹豫地给女神私信发了他的手机号，我收起了脸上看戏的表情。不是吧，程潇，你真要去跟女神谈恋爱？我抬头看他，天降馅饼，傻子才不要呢。他理所当然的样子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个女朋友？程潇抓了抓脑袋，又看了看我，傻不拉几道：对哦。片刻，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委屈巴巴：诗诗，你会成全我的对吧？那可是秦雨霏爷，A大多少男生的女神啊！当她男朋友的机会有多难得，错过了你不觉得太可惜了吗？他这么一说，好像还挺有道理。不对，我差点被带偏了。我语气正经道：不行，你是我男朋友，我们又没分手，你怎么能跟别人谈恋爱？这不是劈腿吗？好，诗诗，你最好了。他开始撒娇卖萌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我们就暂时分开1个月。1个月之后，我还是你的乖乖男朋友。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别扭呢？我还没吭声，他又再接再厉。你换位思考，如果是你的一博哥哥让你当1个月女朋友，你能不心动吗？我愣住了。一博哥哥，我的男神，我的本命。程潇太了解我了，总是知道该怎么精准对付我。趁着我发呆的功夫，他快速丢给我一句：就这么说定了。那天程潇丢下我就跑了，后面我给他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也不回。当天晚上，他跟秦雨霏就官宣了。秦雨霏在微博发了一条动态，图片是2只手牵在一起，配文字：奖励已发放，我的男朋友来领我啦。同时，程潇也发了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在朋友圈，配文字：小爷中奖了，小爷和女神谈恋爱了，还有谁？我和程潇从小一起长大，高中就早恋了，我们有不少共同的朋友。好多人在下面留言，因为他们都知道他的女朋友是我。还有不少你跟张诗诗分手了之类的问题，他都没有回复。这一刻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心凉，因为我能感受到程潇是真的高兴。他很少发朋友圈，1年也就1-2条，还都是跟他心爱的篮球有关。我曾经撒娇耍赖，在过生日时说自己许的愿是让他在朋友圈发我的照片，他都直接拒绝了，说太肉麻会被兄弟们取笑的。可是现在他却兴高采烈地发了和秦雨霏在一起的照片。原来他不是讨厌肉麻，只是不喜欢肉麻的对象是我。我真的很难过，难道对他来说和我谈恋爱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吗？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从来没有看他像现在这样高兴过。晚上我一遍一遍给程潇打电话，一直没人接听。到了快12点，我跟自己说，最后再打一次，再不接明天早上我就冲到他宿舍楼下要他狗命。还好这次很快他就接了。宝宝，我第一次跟女神爱这么近，我还牵了她的手，你知道她的皮肤有多白吗？她不等我说话就兴奋地叭叭个不停，真不愧是校花，不仅长得好看，身材也贼好，说话还温柔。程潇，你跟她牵手了？我打断她的话。不是，宝宝，你听我说，那就是摆拍一张照片，除此之外，我们都保持恰当距离，没有一丁点越界。你放心，我的身心都是你的。他语气诚恳。你都跟别人谈恋爱了，还说这样的话，不觉得亏心吗？我恨自己不争气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宝宝，你误会了，今天一见面我就跟秦雨霏坦白了，说我是有女朋友的。他说他真的很好，说没关系，他不会破坏我们的感情，跟我就做做样子，气她前男友，让她回心转意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心里的憋屈稍微消散了一些，不过还是气闷。真的，你们只是演戏。
千真万确，人家秦宇飞也看不上我是吧？他很有自知之明。可是我还是不舒服，那你为什么要陪他演戏？他一个校花，想找个假男朋友，不是一抓一大把，用得着你这个有女朋友的人吗？其实秦宇飞确实说了，可以换一个人，不过是我坚持的。说着说着，他似乎心虚，声音低了下去。那可是校花，哪个男生不想和她谈恋爱啊？多有面子啊！程潇，你混账！我气得咬牙切齿。你就成全我一次吧，好不好，宝宝？程潇语气哀求，就当满足一下男人的虚荣心。我保证，绝对不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。那如果我也去当1个月别人的女朋友，你会答应吗？我气道。如果是你的男神一博哥哥，我会成全你的。他毫不犹豫，反正只有1个月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宝宝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从小到大的情分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就让我放肆这1个月好不好？我正犹豫着，他又接着说，而且我跟秦宇飞说了你的存在，他还邀请你明天一起出来吃饭呢。话都说到这份上，人家两人明显坦坦荡荡，再扭捏就显得我小气了，我只得答应。第一次和传闻中的 A 大校花面对面接触，我也不得不承认，她是真的漂亮。我想起了她名声大噪的那个运动会，大一时学校的春季运动会上，秦宇飞是他们系的领队，一身雪白的长裙，举着牌子站在队伍的最前面，肤白貌美，黑发如瀑，惊艳了多少人的青春。当天，一向平静如水的 A 大论坛爆了，里面铺天盖地全是秦宇飞在运动会上的照片，下面的留言盖起了一座座的高楼。1分钟，我要这个女生的全部资料。这还不在学校杀疯了呀 ！A 大新一任校花新鲜出炉，我宣布，这是我大学4年的女神。每个男生不想和这样的妹子谈恋爱呢？哦，对了，最后这条评论是程潇发的，因为他的论坛用户是我帮他注册的，名字还是我取的，所以当这条评论被众多的点赞顶到上面时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我去质问程潇，他说我想多了，他就是跟个风，蹭个人气。谁能想到他这条评论里的愿望也有成真的一天呢？虽然是假的，但我看程潇可是美的冒泡，也是这样温柔美丽的女生，哪个男生不喜欢？刚一见面，秦宇飞就给我来了一个猝不及防的大拥抱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鼻子就充满了他馨香的味道。这就是诗诗吧？真可爱！大美人笑着对我说。我看了看她，一头柔顺的黑长直，白肤红唇，过膝的浅绿色连衣裙，整个人看起来温柔又美丽。再看看我自己，一贯的黑色连帽卫衣、蓝色牛仔裤、白球鞋、马尾辫，跟她比起来显得格外土。一向对外形不太在意的我，面对校花，第一次有了自卑的感觉。唉，我忽然不那么怪程潇了，她又不眼瞎，正常人面对这样2个女生，谁都会选大美人好吗？我倒是觉得校花还挺善良的，用了可爱这么一个真诚的词来形容我，因为如果用好看、漂亮等词，就显得太虚伪了。我们吃饭的桌子是长方形，一边是连在一起的沙发椅，另一边是2个独立的靠背椅。按照以往的习惯，我抬脚就朝沙发椅那边走。平时我和程潇都是并排坐在一起的，情侣不都这样？可是现在，就在我准备坐下时，程潇一把拽过我的胳膊，将我带到外面。你坐这。他把我按在靠外边的独立椅子上，然后他笑着对秦宇飞说，我们2个坐里面。我委屈极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程潇，秦宇飞并没有坐下，而是站在沙发椅旁边，一脸为难。要不还是你跟诗诗坐一起吧。没事，等下还要让他给我们拍照呢。程潇语气温柔，你不是说想跟我拍一张合照发在微博气你前男友吗？还是算了吧。我想了想，你是诗诗的男朋友，这样拍合照不好。秦宇飞看了一眼我，你看诗诗都生气了呢。虽然他是笑着的语气，而且说的话显得那么善解人意，可我听着就是觉得不舒服。你想多了，咱家诗诗不可能那么小气，她不是那样的人。程潇二话不说，拉着秦宇飞就在沙发椅上坐下，他自己还往他旁边挪了一下，2人紧靠着，就像一对真正热恋的情侣。程潇把自己的手机递给我，快帮我俩拍个照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接过手机的，居然真的给他俩拍了一张。快门按下的一瞬间，秦宇飞的脸朝右转了一下，画面定格在他们的脸差点贴上的一刻，我感觉自己的心狠狠揪了一下。点菜的时候，程潇问我想吃什么，我说随便，然后他就自己点了。等上菜的间隙，我一直不说话，就听着程潇在他女神面前眉飞色舞地讲自己在篮球队的丰功伟绩。秦宇飞就全程笑眯眯听着，还会适时补上一句这么厉害吗？太棒了吧，极大地满足了程潇的虚荣心。等到菜上来的时候，我又开始恼火了。这家餐厅是我和程潇经常来的，我喜欢吃什么他都知道，然而他却没有点一道平时我爱吃的菜。我正准备质问他怎么没点我最喜欢的辣子鸡，却听到对面秦宇飞惊喜道，都是我喜欢的菜爷，太巧了吧。你微博里面不是发了自己喜欢这家餐厅的几道菜吗？程潇笑着说，这你都知道，不愧是我的微博粉丝，谢谢啦。秦宇飞用手指给他比了个心。
这算什么？我还知道你喜欢穿长裙，喜欢听许嵩的歌，喜欢下雨天打伞拍照，喜欢书法和国画。程潇一副骄傲的口气。哇，我太感动了。秦雨飞语气惊喜。其实全校男生都知道，谁让你是 A 大女神呢？哈哈，程潇笑得像个傻缺。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一面，在一个女生面前带着讨好的语气和姿态。原来他也能用这么温柔的语气跟女生说话。简单吃了2口，我就说自己饱了。程潇这个二货居然还没发现我生气了，在那里殷勤地给秦雨飞夹菜。倒是秦雨飞发现了我的情绪有些不对劲，放下筷子，面带关心：“诗诗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你又怎么啦？”程潇的语气有些不耐烦。我正准备说话，却被秦雨飞打断：“诗诗，真的很抱歉，如果我一开始知道程潇有女朋友，就不会公布这个抽奖结果了。”他语气轻柔。不怪你，当时你都声明了单身男生才能报名，是我非要去凑热闹。程潇为他解释，然后看着我，现在已经对外公布了，照片也发了。如果我们马上分开，对雨飞的名声不好，而且她前男友也会猜到她在故意气她，所以这场戏我们还会继续演下去。秦雨飞也忙点头，其实不需要1个月，只要我前男友来找我了，我马上就跟他复合，不会再打扰你们的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对前男友的感情真的很深，我很爱他，我是真的没办法了，才想出来这个主意。就是想刺激一下他，让他回心转意。这我倒是相信，秦雨飞对顾云聊的喜欢，也都是全校都知道的事。据说他们高中就是同校，那时候秦雨飞就开始追顾云聊了，一直没追上。后来他追着他的步伐来到了 A 大。作为全校男生的女神，秦雨飞一点也不顾及让人知道，她只对顾云聊一人情有独钟。她每天跟在顾云聊身后，给他送早饭，结交他的室友，陪他上课，不顾他的冷脸，一次次接近。从大1追到大2，终于追到手了。可是他只当了对方3个月女朋友，2人就分手了。顾云聊在朋友圈高调宣布已分手单身。当天，秦雨飞在微博发了很长的小作文，抒发自己对顾云聊的深情，希望他能回心转意，让众男生心疼不已，痛斥顾云聊不知好歹。现在秦雨飞用这样可怜巴巴的语气表达对前男友的感情，让我相信他跟程潇真的只是在演戏，他只对前男友深情，这确实很有说服力。他们吃饭时拍的那张脸贴脸的照片，当天也出现在程潇的朋友圈，下面一溜的兄弟牛批膜拜，还得是我潇哥之类的评论。我气得打电话问程潇为什么要把照片发朋友圈，他说做戏就要做全套，说好的只是演戏。可是我发现程潇似乎入戏越来越深，以前每天早上他都会在宿舍楼下等我，2人一起去上课，现在他每天等的人变成了秦雨飞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会给秦雨飞全宿舍的人带早餐。以前程潇去篮球队练球都会带我一起，现在他带的人变成了秦雨飞。听说秦雨飞去篮球馆的时候引起了轰动，队友们吹口哨起哄，打趣程潇，秦雨飞害羞地躲在了他身后。程潇变成了秦雨飞的24校好男友，当然能和校花谈恋爱那也是莫大的荣幸。程潇成了全校男生羡慕嫉妒恨的存在。秦雨飞的微博里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他们2人的动态，他们一起去爬山，去玩密室逃脱，去图书馆自习。每天晚上他们都一起开黑打游戏。程潇王者贼溜，将秦雨飞这个铂金菜瓜一路带上王者。他们2人还单挑，但每把都是秦雨飞赢。微博里有很多他们打游戏的照片，对战的时候一水的秦雨飞胜利，还配了文字，他说永远不会让我输。我看着那一张张的截图，心一点点凉下去。我想起来曾经跟程潇一起打游戏，他总是骂我笨，还不愿意带我打排位，说把我带到不符合我水平的段位是对其他玩家不公平。那现在呢？秦雨飞的铂金水平去了王者段位就公平了。原来不是不可以带，只是要分人罢了。我是他的漫不经心，而秦雨飞是他的心之所向。我和程潇也不是没有单挑过，但每次都是我被他按在地上摩擦，最多的时候他一局能杀我30多次。我也撒娇过，让他让我，但他都是冰冷地回复我：此刻你是我的对手，拿出全部实力是我对你的尊重。那时候我还真以为他只是对游戏认真，态度严肃。现在看来是我不值得他费心思讨好罢了。刷完秦雨飞的微博，我心灰意冷，给程潇发了条微信：和女神谈恋爱很爽吧？他回我：爽翻天，贼有面儿。我将程潇拉入了黑名单，整整3天他都没有发现。到了第4天，他才用别人的电话打给我：宝宝，你拉黑我了。我立刻挂断。他来到我们宿舍楼下，给我室友打电话让我下楼。下去后，我面对他面无表情：你来找我干嘛？跟你的女神甜甜蜜蜜呀。宝宝，你不会吃醋了吧？他捏了下我的脸，说好了演戏，别当真哈。我看你挺乐在其中的呀。我阴阳怪气：不生气了呀。走，哥带你去吃烧烤。你不是说嘴巴欠辣吗？他拉着我的手就走。
我昨天刚发了条朋友圈，说自己想吃烧烤。我不是拉黑你了吗？你怎么看到的？我没好气。那也别想逃离我的视线，我可是随时随地关注你的一举一动。他语气骄傲。来到我们常去的那家校门口的烧烤店，他一口气叫了很多菜，我们两个口味相近，大快朵颐。哎，好久没有这么痛快吃过了。他咬了一口猪蹄，大声叹气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每天都在挨饿。我疑惑道。你不知道，秦宇飞口味清淡，还喜欢偏甜的东西，跟着他实在是吃不惯。只要陪他吃饭，我都没吃饱过，这段时间经常饿肚子。有时候跟他吃完晚饭，回宿舍还要再吃碗泡面。他摇摇头。他吃他的，你吃你的，非要吃一样的吗？我气道。他闻不得辣，上次我点了一碗酸辣粉，他直接捂着鼻子，他自己的那碗面都一口没吃。程潇语气洋洋，从那以后我都是他吃什么我吃什么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更委屈了，语气泛酸。哟，一向霸气冲天的程小爷也有让别人的时候啊，怎么没见你这么迁就过我啊？你这不是自家人吗？讲什么客气？他嬉皮笑脸。秦宇飞不一样，1个月之期很快就要到了，以后我跟他可能连话都说不上一句了，这不得留点好印象吗？毕竟人家是校花，我恨自己的没出息。本来准备今天一气之下跟他提分手的，却被他这句话搞得气消了，不仅没分手，还把他从黑名单里放出来了。我感觉自己变成了忍者神龟，每天忍受着秦宇飞在微博高调秀恩爱，想方设法安慰自己，没事，1个月的期限就剩8天了，还剩5天、4天、3天、2天、1天。终于，他们这对假情侣结束了。最后一天，秦宇飞发了一条微博：1个月过得真快，感谢我的男朋友程潇，你的温柔体贴治愈了我，说话算话，期满结束，希望我们以后还是朋友。程潇在下面留言：当然，我也很快乐，谢谢女神给我的机会。虽然有些不舒服他们的互动，不过想到他们确实没有假戏真做，1个月果断结束了，我也就释然了。他们结束的第2天刚好是周末，为了庆祝程潇的回归，我约他一起去游乐园，想放肆的好好跟他玩一天。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约会了。周末的游乐园人很多，在排队等着坐摩天轮的时候，程潇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周围人声嘈杂，他拿着电话到一旁的角落去听了。看着他皱起的眉头，担忧的表情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接完电话回来，他的语气焦急又充满歉意。诗诗，对不起，我有点急事，需要立刻回学校。什么事？我问。是我们小组项目的事，刚才导师说有个数据出了问题。对不起，今天不能陪你玩了，你自己玩得开心啊。他说完不等我回话，就转身急匆匆跑了。排队的都是一对对情侣，他们甜蜜依偎，只有我是突兀的一个人。上了摩天轮，当到达最顶峰的时候，看着外面湛蓝的天空，我的眼泪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。程潇，他在骗我。程潇不知道，我跟他相处太久了，久到我能领会他的每一丝表情。每次他心虚的时候，视线总会下意识地往左下方看。刚才他露出这样的表情，我就知道他跟我说谎了。而且他似乎也忘了，曾经他还跟我抱怨过，说他们项目小组的导师很少管他们，周末更是从来找不到人。而今天刚好是周六，虽然我一直觉得我跟程潇之间是我爱他多一些，但我不在乎。谁让当初是我追的他呢？追到手就是我赚了。在程潇那里，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强烈的爱。我也不计较，因为他就是个大直男，性格大大咧咧，有时候傻乎乎，还粗心大意，丢三落四，我都习惯了。但我庆幸的是，和我在一起这么久，他从来没有对我撒过谎。程潇这人有时候蔫坏，特会伪装。我看过他一板一眼的对着我们曾经的班主任撒谎，也看过他一本正经的对他爸胡说八道，因为表情过于认真，他们都信了他。只有我能从他的眼神辨别出来他在撒谎。曾经我还暗自窃喜，他从没对我说过谎，至少我对他是特别的吧。可是现在，这仅有的一点特别也不存在了，证明我一直在自欺欺人。张诗诗，承认吧，你对程潇来说跟其他人并没有任何不同，只不过多了一个女朋友的名号罢了，这名号也是我自己强求来的。所谓的特别，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。果不其然，在从游乐园回家的路上，我看到秦宇飞又发微博了。受了一点伤，你比我还紧张，非要送我来医院。医生说再来晚一点，伤口都愈合了，哈哈。配图是一只鲜血白皙的手，手背上有一道轻轻的划痕，旁边露出另外一只肤色偏黑的手的一角，但手腕上露出的半块手表，足够让我认出来那是谁。一次一次的自我欺骗，自我安慰，现在我仿佛终于产生了抗体，没法再说服自己了。不想再自欺欺人，我不得不正视这个现实，程潇爱上别人了。原来爱是真的没法勉强的。这几年和程潇在一起，我只当他还是少年心性，贪玩淘气，还不会真正的爱人。我有耐心，可以慢慢等，等他成熟稳重，等他回头看到我。可是现在他爱上了别的女生，我没法再等下去了。晚上一直到我睡觉，程潇都没给我来一个电话。
没有问我玩的怎么样，没有问我有没有安全回学校，没有交代自己去了哪里，什么都没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给程潇打电话，约他在图书馆门口见面。我下定决心了，要亲口跟他说分手。爱情勉强不来就算了。我在图书馆门口等了1个多小时，程潇始终没有出现。后来下雨了，我只能跑到图书馆里面去躲雨。打电话给程潇，他没有接。无聊刷微博，我又看到了秦宇飞发的新动态。下雨天拍照也算是怪癖了吧？谢谢你愿意陪我胡闹。下面配了9张他举着伞在雨中的照片，每一张都绝美。其中有一张照片，右下角露出了拍照人的脚尖。那双限量版的球鞋是我送程潇的，我怎么会认不出来？原来他又一次因为秦宇飞放我鸽子。我发现自己连流泪的冲动都没有了，可能真的是心如死灰了吧。既然这样，那分手也不用见面说了，我直接给程潇发了一条微信，我们分手吧。直到晚上，程潇才给我打电话，一开口就是道歉，对不起宝宝，我今天临时有事，是去给秦宇飞拍照了吧？我记得他最喜欢雨天拍照了，我声音冷冷。对不起，程潇一个劲道歉，宝宝我错了。本来今天给他拍照的人是他室友，但那人不靠谱，临时失约，我在图书馆等了你半天。对不起，下次一定不会，没有下次了。你看了我给你发的微信了，宝宝，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。我没开玩笑，我们分手吧，程潇。只是因为我今天没去找你就分手，这也太草率了，我不同意。他语气坚定。昨天你把我扔在游乐场，也是因为去陪秦宇飞去医院了吧？昨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受伤了，我一时情急救。如果早知道他受那么轻的伤，我肯定不会丢下你去找他。他耐心跟我解释，这不重要，程潇，我语气平和，重要的是你开始跟我撒谎了。你知道吗？以前你从来没对我说过谎。对不起，诗诗，这次是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不要跟我分手好吗？他语气哀求。程潇，我不是在跟你赌气，这是我认真思考后的想法。可能你自己都没发现，你的心已经偏到秦宇飞那里了。说是演戏，可是你们这1个月的相处，真的只是作假吗？你对他的关心照顾，你发自内心的回答，里面没带着你的真情吗？我确实喜欢你，但如果你的心里有别的女生，我就不要了。我很冷静地说完这段话。程潇一直静默着，没有任何回答。良久，我挂断了电话。第二天，程潇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，大意就是说他不同意分手，他也没有爱上秦宇飞，让我等他。然后他就没有再联系我。从秦宇飞的微博得知，他请了1个星期的假，陪他去海南玩了。真是啼笑皆非，我不知道都这样了，他还给我发那条微信是什么意思？虽然感情没那么容易放下，但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慢慢忘了程潇，开始自己的新生活。就在我重振信心，把全部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时，他们2人旅行回来了。不过程潇并没有像他之前微信里说的那样回来找我跟我解释，他像是从我生活里彻底消失了一样。我本来也没对他抱什么希望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可是几天后，秦宇飞却申请加了我的微信。我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，他立刻给我发了消息。知道程潇为什么没有回去找你吗？因为我跟他说想把之前的奖励延期，让他再做我1个月的男朋友。我回复他，不关我事，我跟他已经分手。秦宇飞却不肯消停，一条条的信息发个不停。程潇跟我说，我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生。他说，当我的男朋友是他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，没想到梦想成真了。他说，你是靠替他挡了5瓶啤酒，他才答应跟你在一起的。当看到最后这一条时，我还是忍不住破防了，泪如雨下。因为当初是我追的程潇，所以他对我的回应没那么多，我从来没怪过他。哪怕是分手，我也是希望以后各自安好。可是这一刻，我却对他第一次生出了怨气。程潇，你怎么可以把我们之间最隐秘的事讲给别人，轻而易举地把我的意难平说出来，让别人当笑话看？我和程潇是邻居，从幼儿园就开始在一起玩。他帮我打跑过欺负我的小朋友，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他的小跟班，一路从小学跟到高中，最后到大学。我喜欢他，人尽皆知。不过程潇一直没有给过我正面回应。高考完后，班级聚餐，程潇喝了很多酒，同学们还吵着要灌他。我看他实在是难受，不忍心他再喝，就拦在了他前面，替他喝了5瓶啤酒。散场后，我们俩都醉醺醺的，相互扶着往家走。忽然，程潇停下脚步，直愣愣看了我半晌，眼神迷离。诗诗，做我女朋友吧。那一刻，头昏脑胀的我忽然变得无比清醒，立刻张口。好，我不知道程潇是不是喝多了，脑子糊涂，但这是我好不容易等到的机会，我必须马上答应。还好，第二天酒醒后，他没忘了自己说过的话，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了。后来每次想起这件事，我都有些耿耿于怀，总觉得是因为我帮程潇挡酒了，他才会心血来潮让我当他女朋友。所以潜意识里，我总有一些没底气，觉得他这个男朋友是我用酒换来的。
我没有享受过他的追求，就这么直接变成了他的女朋友。后来我开玩笑般问过他很多次，为什么那天突然要跟我在一起，他总是笑着打哈哈，因为你够义气。我没有等到想听的答案，心就一直悬着，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因为喜欢我才在一起。到现在我心里还介怀的是，就这么被程潇轻松讲给别人听了。我开始恨他了，我开始思考一件事，我是不是跟秦宇飞有仇？但我确定我以前跟他并不认识，连话都没说过一句。可是从他发给我的微信来看，句句都是挑衅。甚至我开始怀疑，抽中程潇当男朋友这件事，可能根本不是随机事件，而是他蓄意为之。正在我思考的时候，他又发过来一条消息：被别人抢走男朋友的感觉并不好受吧？都是你自作自受，活该。我看着这句话陷入了沉思，愣了片刻，我打开通讯录，拨打了一个电话。可以见一面吗？在学校后门口，我见到了站在那里高大帅气的男生。我喊了一声顾云聊，那人闻声转过头来，面带微笑。在夕阳的光晕下，这张脸有一种让人惊艳的效果。不得不说，只从外貌上看，他和秦宇飞真的很般配。秦宇飞是校花，那顾云聊就是校草。不仅如此，顾云聊年年系里第一的成绩和校内外各种大奖，让他成为这届学生中的佼佼者。哪怕不是一个专业的，都听过他的大名。外表出色，成绩优异，家境卓越，他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大一大半的女生都暗戳戳喜欢过他。但这并不包括我，因为我的目光一直在程潇身上。不过，比其他女生幸运的一点是，我有顾云聊的电话。是的，我之前就认识他。大一寒假时，我报名了一个公益项目，在一家养老院做义工。就在那里，我碰到了同样做义工的顾云聊。因为是同校，我们说过几句话，彼此留了电话。但除此之外，并没有太多交流。义工的项目结束后，我们就没再见过面了。如果不是今天秦宇飞发给我的微信，我想我也不会主动联系他。诗诗同学，好久不见。顾云聊唇角扬起，我直奔主题，把秦宇飞发给我的信息拿给他看，并表达了我的困惑。听他的语气是说我也抢了他的男朋友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问。顾云聊愣了片刻，忽然很郑重地对着我弯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都怪我给你惹麻烦了。”顾云聊对我说，他只知道秦宇飞又谈了个男朋友，并不知道那个男生是我的男朋友，而且他们还是用抽奖1个月这种荒唐的方式开始的。他说，自从分手后，他就把秦宇飞的微信电话都删了，看不到他的朋友圈，而且他也没看过秦宇飞的微博，并不知道他发了什么内容。如果早知道他现在的男朋友是程潇，我不会放任不管的。顾云聊声音里满是懊恼。我听得一头雾水，不是，听你的口气，似乎是认识程潇。而且他说我抢她男朋友是什么意思？顾云聊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，然后拿出手机放在我面前。屏幕亮的瞬间，我愣住了。他的屏保居然是我的照片，那应该是偷拍的。照片里我侧着脸，正专注地擦着桌子。这是在养老院时，我趁你不注意时拍的。他解释道。我一时结巴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是，你猜的没错，我喜欢你。他看着我，强烈的眼神让我不敢直视。突如其来的告白让我始料未及，心砰砰跳个不停。对不起，本来觉得这是我一个人的事，没想到还是给你带来麻烦了。他的声音充满歉意。顾云聊告诉我，他从来没喜欢过秦宇飞，之前跟他谈了3个月，也是跟几个朋友一起玩游戏时中了他的计，愿赌服输，他只能认栽。3个月至期一到，他立马就宣布分手。我一直很小心不让他看我手机，但可能还是不小心被他看到屏保了。顾云聊语气很后悔，是我的错，我该更警醒一些的。顾云聊一直在道歉，可是我还沉浸在他刚才说的那句话里。他说我喜欢你，这可是堂堂 A 大校草啊，怎么会喜欢我这个平平无奇的小女生？他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想起了程潇经常说的话，你该感谢我，还好我大发善心把你收了，不然以你这姿色，在美女如云的 A 大可能要打4年光棍了。我一直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，我不是什么大美女，外表只能称得上清秀，性格也不开朗，周围没几个朋友。如果不是早早跟他确立了恋爱关系，可能大学4年我真的会找不到男朋友。我一直有些自卑的，觉得没人看得上我，能抓到程潇当我男朋友，我都觉得自己走了大运。可是现在 A 大的校草顾云聊站在我面前，跟我说他从大一就暗恋我。他说那时候做完义工，正准备约你出去玩，想找机会跟你表白的，却看到有男生来接你。后来打听了才知道，他是你男朋友，叫程潇，你们高中就在一起了。我知道自己没戏了，就没敢打扰你。现在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太直接太强烈，以至于我傻乎乎开口问了出来，你喜欢我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顾云聊愣了下，然后笑了出来，他的声音无比悦耳。喜欢你很正常啊，你这么善良可爱，待人真诚，努力上进。
像个小太阳一样，很招人喜欢的好吗？我在养老院跟你接触了几天就喜欢上你了，后来知道你有男朋友了，我知道不该靠近你，可还是忍不住默默关注着你。我只注意到了他说的那几个形容词，不敢置信，我真的有这么多优点。当然，他毫不犹豫，我喜欢上的女生肯定是优秀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真诚地看着他，谢谢你，顾云聊，我感觉自己都格外自信了呢。转身离开的时候，他叫住了我，诗诗，你现在已经分手了，所以我可以追你了吗？再见。宿舍楼下，我呆愣愣地跟顾云聊挥手告别。再见，早点休息。他轻笑了一下。魂不附体地回到宿舍后，我终于忍不住用胳膊捂住头，像鸵鸟一样趴在桌上。内心忍不住尖叫，天啦，张诗诗，你刚才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？为什么听到顾云聊的那个问题，直接跟人家说不用追了，要不直接谈恋爱吧？你脑子发昏了吗？还是被美色迷晕了眼？我这才刚跟程潇分手呢，就无缝衔接给自己找了个新男朋友，这算是渣女吗？可是冷静下来之后再想，我不得不承认，刚才太冲动了，有赌气的成分。秦宇飞抢我男朋友，我就把他喜欢的人抢过来。这很不道德，对顾云聊来说也不公平。我拿出手机，看着刚才添加的顾云聊的微信，给他发消息：对不起，我被那两人气昏头了，一时冲动，这样对你不公平，也糟蹋了你的真心，还是算了吧。他回我一个委屈巴巴的表情：我不要公平，我的真心也任你糟蹋，我只想当你男朋友，给个机会好不好？忽然间我又不忍心了，但也不知道给他回什么，只好关机睡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顾云聊就在宿舍楼下等着我。他给我带了早餐，对我说：我知道你还没从前一段感情里走出来，我可以陪着你慢慢等，前提是你不能推开我。看着他那张好看的脸，我发现自己说不出拒绝的话。顾云聊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被男朋友宠着是什么感觉。他每天风雨无阻的在宿舍楼下等我，跟我一起上课。我的课表他记得比我还清楚，自己没课时就会到教室里陪我上课。他知道我喜欢吃什么零食，喜欢听什么歌，还会陪我一起看无脑偶像剧。他说，重要的不是看的什么内容，而是和我相伴的感觉。他愿意陪我走半个多小时的路，去一个偏远的小巷子买张卷饼吃，还说如果下次我不愿意走路，可以在学校等着，他帮我买回去。我腿长，走路快，他这么跟我说。男朋友就是用来跑腿的，为了帮我抢到喜欢的音乐节门票，一向作息规律、严于律己的他，第一次熬夜到凌晨4点多。周末我要回老家参加亲戚的婚礼。他说反正自己没事，就陪我一起坐火车回去，一个人在当地的小旅馆住了一晚，第二天又和我一起坐火车回学校。我选修课的作业很复杂，他把我的课程笔记拿过去，从头到尾认真学了一遍，又自己搜集资料，把这门课研究透，最后耐心辅导我一起把作业完成。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会放在心上，绝不敷衍。从他这里我才感受到什么叫做被珍视。他温柔、体贴、细致、耐心，浑身都是优点。他像个发光体，只要靠近就会被他吸引。我虽然在学校里寂寂无名，但顾云聊怎么说也是校草。他每天来找我，跟我一起出双入对，很快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谈恋爱了。一天晚上，顾云聊送我回宿舍，在楼下大门口，我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叫喊：诗诗。转过头，程潇正看着我，满眼通红。他3两步奔过来，紧紧搂着我：诗诗，你没跟别人谈恋爱对不对？我正要挣扎，忽然被大力拉开，跌进另一个怀抱。这是我女朋友，手脚给我规矩点。顾云聊冷声道：你女朋友？你做梦！程潇一拳挥了过来，顾云聊带着我躲了过去，他把我推开，毫不犹豫地挥拳还击，两人就这么打了起来。他们身高体型力气都差不多，打起架来势均力敌。可是两人扭打着倒在地上时，顾云聊的头磕在了路边的花坛上，我清楚地听到了他的闷哼声。心里一紧，我急忙上前推开程潇，紧张地扶起顾云聊：你没事吧？我的手摸到了黏腻的液体，慌了起来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：你流血了，快去医院！顾云聊的头磕破了一道口子，还好不是很严重。医生给他包扎的时候，我去给他取药。经过走廊时，看到靠在那里的程潇：诗诗，你不要我了吗？他的声音低沉沙哑，满是委屈。程潇，是你先不要我的。我停下脚步，认真看着他，在你一次一次抛下我奔向秦宇飞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天的结果。我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如果早知道是这样，我根本不会去理任何女生，管她什么班花校花。他祈求地望着我：诗诗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贪玩，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程潇，你就是笃定我不会离开你，才肆意的一次次伤害我。我也是人，我会受伤，会难过，会心冷。我声音冷静，没有人会一直站在原地等你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他，径直离开。回到病房，面对的是眼巴巴看着我的顾云聊。
你知道我刚才多怕你不回来了吗？他紧张地搂着我，我看到那小子一直跟着我们到医院了。你们有太多过往，我怕他哀求2句，你就心软跟他走了。我有那么蠢吗？再说，你就对我们之间的感情这么没信心，我感动于他的患得患失。那你说你爱不爱我？他得寸进尺，第一次在我面前撒娇。哎，我郑重地说出这个字。就在刚才看到他头磕在地上的那一刻，我清楚地感受到了自己的紧张和在乎。原来早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爱上他了。我也终于明白，爱不是单向输出，而是双向奔赴。只有互相给予，才能共同收获。学校里出现了一道奇特的3人行风景线。我和顾云聊吃饭、约会、上课、自习，不论走到哪里，程潇都不近不远地跟着。他并没有打扰到我们，而是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这样我们连发火都没有借口。和顾云聊谈恋爱真的很快乐啊！我感觉以前那几年自己是白谈了一场恋爱，毫无体验感。我第一次感受到当人女朋友的快乐。顾云聊比我还了解我自己，我一个眼神，他就知道我想要什么。我真是越来越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了，想天天黏着他，谈甜甜的恋爱。如果旁边没有一个随时随地跟着我们的人，那就更好了。顾云聊骑自行车载着我在校园里逛时，程潇就骑着他的山地自行车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。我注意到他的自行车后面焊了个后座，很突兀。我想起来曾经跟他抱怨过，他的自行车没有后座，都不能带我，让他去装一个。他坚决不肯，说他那款山地自行车是有名的大师设计的，在后面擅自改装会破坏整体的造型，是对大师的侮辱。而现在都没人去做了，他却装了个后座。我叹了口气，这又何必呢？都分手了，放过彼此不好吗？终于有一次，在程潇跟着我们走进电影院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停下脚步，拦住了他。程潇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气愤问道。不做什么，我就是想看个电影。他声音落寞。开什么玩笑？你看看这个电影的名字，这可是你以前最不屑的无脑爱情片。我指着电影海报，我记得以前让你陪我看这种电影，你都说这种片子就是给智商有问题的人看的。怎么现在智商倒退了，被我这样羞辱？程潇的表情没有一点变化，还点点头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智商有问题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眼下耳聋，放在眼前的宝贝不知道珍惜，还弄丢了。说着说着，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哭腔。你说我还能把我的宝贝找回来吗？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顾云聊在旁边冷冷开口，说完拉着我进了电影院。知道我和顾云聊在一起后，秦雨霏反应很大。一开始她完全不顾及自己淑女的人设，在微博指名道姓地提我，阴阳怪气，说我抢了她男朋友。我和顾云聊以及程潇都没人理会她。后来她的语气越来越过分，直接在微博骂人，话语难听到让一众膜拜她的男生大跌眼镜。原来校花也会说脏话。顾云聊直接在他微博下评论，把他们之前谈了3个月恋爱的原因说了出来，还说他是在分手后才跟我在一起的。再用言语侮辱我女朋友，我就不客气了。顾云聊文字间带着警告。程潇也在他的微博里评论，诗诗没做错任何事，错的是疯癫的你和虚荣心的我。他们这2条评论直接被顶到了最上面。秦雨霏可能被气到了，简直丧失了理智，她直接冲到了我们宿舍，在我猝不及防时伸手就扇我耳光，还好被我舍友及时拦住了。他还要挣扎着来打我，却被我挥手扇了一巴掌。张诗诗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！他厉声尖叫着。秦雨霏，我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，是你先抢我男朋友的。顾云聊也是和你分手后才跟我在一起的。我直视着他，有什么尽管来，我没在怕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他表情狰狞。舍友们不放心我，每次出行都非要陪着我，连上厕所都一起。有几次秦雨霏在远处看着我，又不甘心地离开了。一边盯着我，另一边秦雨霏还纠缠着顾云聊。听顾云聊说，他跑到他家里，对着他爸妈大哭，说自己很爱顾云聊，让二老支持他们在一起。顾云聊的爸妈很清醒，他们说孩子成年了，感情的是自己做主，他们做父母的也不能强行干涉。秦雨霏又故意把自己弄得发烧生病，让他爸妈打电话给顾云聊，让他去医院看他。顾云聊不顾他父母的请求，坚持拒绝了。实在是没办法了，秦雨霏跑到学校最高的教学楼顶，哭着要跳楼。学校的工作人员去劝他，他就说让别人把顾云聊叫来。顾云聊听说后，偷偷从学校后门溜出去了。后来秦雨霏在楼顶哭了半天，终究是没敢真跳。那天之后，学校领导觉得这个学生精神可能不太正常，找到他的家长，委婉地劝他先休学去看病。秦雨霏答应了。在秦雨霏离开学校的几天后，我正觉得松了口气时，一天下课从教室出来，迎面就看到他。他正站在教室外的走廊，阴沉沉地看着我。我心里暗道不好，转身就跑。可是来不及了，他笑着拧开了手里的瓶子，将里面的液体朝我泼来。
眼看着那些液体快要淋上我的脸，我绝望地闭上眼睛。正在这时，我忽然被一道大力扑倒在地。啊！耳边是一声痛苦的叫喊。程潇！我哭着叫出声。秦宇飞泼过来的液体是硫酸，因为我被程潇牢牢护在怀里，没有沾上一点，但他胳膊上却溅上了一些。万幸的是，他穿着长袖卫衣，渗透进去的液体不是很多，胳膊上也是轻伤。医生说不会留下疤痕。谢谢你，程潇。病房里，我郑重地跟他道歉。你没受伤就好，他笑着说。我将果篮放在桌边，陪他聊了一会天，就准备离开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他忐忑的声音：诗诗，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？那么小心翼翼，又带着希冀。我回过头，程潇，当初你说过，如果是我的男神一博哥哥跟我谈1个月恋爱，你会成全我。但我想告诉你，我不会答应，因为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男神是男神，男朋友是男朋友，我分得很清楚。我的心很小，只能容得下一个男朋友。程潇落寞地低下了头。对不起，诗诗。你放心，以后不会纠缠你了。你那么好，是我配不上你。走到医院外，我看到等在那里的顾云聊，他朝我伸出手，我愉快地飞奔过去。